首先恭喜许七安杀青。经历了4个多月的拍摄，现在终于杀青了，有什么话对许七安说吗？很不舍，不愿意跟许七安说再见。我觉得我坚信我和许七安也还能再见，然后要感谢他把这145天他的大风生活借给了我，让我在这145天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在这个体验里面也收获满满。许七安在你眼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如果你想和角色成为朋友的程度是10分，你给他打几分？那一定10分啊！我跟许七安一定是好朋友，一定是处到一块儿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应该是一类人。然后许七安是一个比较真实鲜活多面的一个人，然后平时他是会有那种不着调，有很多毛边，有很多小缺点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心中也有他的一腔热血，有他的正义感，并且他的三观非常的正，眼睛里面也是一个容不得沙子，容不得这种邪门外道的一个人吧。当他遇见这种不平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他的眼里面一切都没有这个正义重要，就是一个热血笨蛋吧。许七安和二叔一家亲情线也很动人，你是怎么看待许七安和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太好了，我就好羡慕啊！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亲兄弟姐妹啊，在家里面就我一个小的，但是这次让我体验到了一个，就是说家里面有兄弟姐妹，并且就是都还是同龄人，弟弟妹妹年纪也相差不多，热热闹闹的一个6口人的一个家庭，很幸福，很热闹，很羡慕许七安的家庭。而且二叔二婶就是虽然平时就是说抠门也好啊，对我凶也好啊，但其实从就是那个内心里面大家都是很有亲情，很有感情，都把我当亲孩子那种，我也把他们当亲长辈那种，反正就是很有爱的一个家庭。你和宋霆锋、朱广孝都是铜锣，你们3个人又是铁三角小分队，你们3个关系怎么样？我们的关系可太好了。大凤第一波拍摄就是拍摄的春风堂的戏份，所以一开始上来就拍的是我们3个人的戏，我们3个是认识最久的，然后我们的相处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都是以这种铁三角的模式在相处，所以相处到后面，其实无论是我们3演员本身还是角色，他们3的关系仿佛都一样啊，就是那种无话不说，一起发疯，一起搞笑，一起办正事，一起偷懒，就是啥都干一起的这种铁哥们儿的这种感觉。你最不舍得的许七安的一件道具是？那应该是我的黑金刀。看你拍摄期间很多转刀的画面，就是很丝滑很帅。那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有什么 OS 就是勤学苦练，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多加练习呗，正片里面就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嘛。对。扎了5个月的高马尾是什么体验？几乎每天收工了过这个后脑勺那一块头发都是红的，头皮都是红的，就被拽的被扯的。然后因为那个马尾的发量还挺足的嘛，挺沉的。然后经常演戏的时候，时不时的还会跑到前面来啊，会就是挡到脸啊，什么影响到拍摄啊这些，然后就需要去调。这个过程是很繁琐的。看到正片过后，看到这个效果过后，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因为这个无论是对于角色的加分，还是说这个对自己的信念感，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提升的。这个高马尾就是我觉得是对许七安来说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造型。那你选一套自己最喜欢的造型，许七安你觉得是哪套？我觉得是拍团战的时候的那身衣服，本来是铜锣排第一的，但是拍摄完那场效果就是那身衣服。你本人最想获得许七安的哪个技能？应该还是他身上的那个国运。其他的包括什么运气很好啊，套圈百发百中，投壶百发百中，就等于我要是拿这个技能去打篮球的话，那投篮也是百发百中，那就无敌了，那等于是我去打 NBA 都等于是无敌的那种存在了。有网友称你可以算是天选许七安，有那种市井的痞气，有不服输的冲劲，但也很搞笑，很潇洒，很帅。但是面对朝堂权势的时候，又不忘自己的一身正气。你在表演的时候是怎么切换这种不同的表现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不需要切换，它不是需要一个遥控器来切换这个东西的，而是我觉得是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你自然有不一样的状态。和自己的好哥们儿、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兄弟们相处的时候，那你自然是一个很放松、逗贫，然后耍宝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当你遇到这种不平事、遇到敌人，你自然就会有一个打个人也好，还是说一个
侠义少年也好啊，就是自然有他自己的一个面对这些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都是针对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事件所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你当下自己跟许七安是否有一些重叠的成长轨迹？算是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在和他一起成长吧。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许七安的呈现以及我自己的感悟都是在共同进步的。用几个词语总结一下你自己跟许七安吧。江湖侠义，一腔热血，热血笨蛋，市井少年。听说在大凤组里大家叫你王鹤。王鹤是我们的文阳总刘文阳同学开始先喊的。你更喜欢哪个称呼？在这个组里面可能还是比较习惯被喊许七安。这是一部集仙侠探案、朝堂现代结合题材的一个戏。你在拍摄当中，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我觉得每一部分我都很感兴趣，因为首先男孩嘛，对这个武力值的东西，这个是永远都有执念的。其实大凤的主要调性其实还是一个蛮接地气、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氛围，所以在大凤的世界里面，不只是这种法术奇幻的东西有趣，一些生活中的这种柴米油盐这种小事也是很有趣的。许七安参与这么多的案件，你觉得最热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那当然是血屠3000里案，也是我们这一季的算是结尾的一个案件，然后也是一个高潮的部分。许七安的热血和你以前看过的热血，你觉得是同一种吗？蛮像的吧。我觉得热血的理解有很多，为了胸中的一口义气，为了这种正义、伸张正义的这种热血，然后也有朋友兄弟并肩作战，这些也很热血。所以我觉得就是热血的理解有很多，这次体验也符合我对热血的理解。郑大人含冤而死，你在狱中看到郑大人尸体的时候，那场哭戏给人的感觉就是悲愤交加，你是怎么处理这种不外放的悲愤呢？我觉得就是感受吧，现场感受。冯辉老师坐在你对面，然后他的那个妆造就是一个被受过酷刑的一个妆造，当你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就会带给你这种冲击，就刺激到你的感官。我觉得就是现场的感受会给到我那种情绪，仿佛在亲身经历这种画面吧。最后菜市口的那场戏，听说当时你跟导演有主动提出一些拍摄建议。其实因为那场戏，我是在进组之前看剧本看到那一集的那场戏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也是看的也哭，就看的也感动了。所以那场戏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是一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戏，而且也是我觉得全剧最高燃的时刻。所以在拍摄那场戏之前，我的心里面对那场戏一直都有各式各样的脑补和设想，包括在拍摄来到之前，每天都是挺有压力的对待这件事情。拍摄当天，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觉得那天的气场和那天的氛围就是都很对。就当我站在那个表演现场的时候，我就感觉能够让我非常的沉浸在里面去诠释这场戏。然后把自己心中脑补过10遍100遍的这种场景动作什么的，然后拿出来跟导演交流，再共同创作。那场戏我们拍了有2天，然后那2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2天，然后也是让我非常感慨的2天吧。听说当时现场的一些摄像老师、剧照老师，包括很多道具老师、美术老师，看完那场戏后都会不自觉的流泪。想知道导演喊完卡之后，你当时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很难抽离啊，就是抽离不出来嘛，因为那场戏那种情绪是需要扎到很深的地方去嘛，所以在看那一刻其实挺难抽离出来当下那个状态的。而且那场戏我觉得之所以那么打动人，是因为那场戏的情感都是从真实的内心出发的。因为我记得当天拍摄的时候，其实最后有郑大人出来的画面嘛，之前导演有告诉过我说有加了这场戏，但是当天我们并没有对那场戏进行走戏编排，
郑大人也是化好妆了过后，有刻意的在躲着我来到现场，等我拍摄完前面的部分，然后等他要出场的时候，其实我在现场也有看到郑大人从现场的就是犄角旮旯这种偷摸的来到现场，彼此也比较默契的，我也没有去看他，因为我也是想把见到他的第一时间的第一个那种真实的情绪留在这个实拍里面。所以那天最后那个时刻和郑大人的对手戏是完全没有经过编排，完全没有剧本的描写，就是我坐下来过后，郑大人就出现在了我的旁边，然后当我看到郑大人的时候，那一刻涌上来的情绪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达，就是大家都非常在自己的角色里面，仿佛就是许七安和郑兴怀在交流吧。那导演喊了卡之后，冯辉老师有跟你有交流吗？我们俩就是有了一个深深的大大的拥抱，就说不出来啥了，可能那会儿也没有那种理智去组织什么语言去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两人就是给彼此一个很大的拥抱啊！现场人很多，就是有很多群演，几百号群演，然后包括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有很多，但是那会儿咔的时候就仿佛很安静，那个场子很安静，仿佛就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就非常的安静宁静，很复杂，就无法形容那种情感过后的一个那种宁静感。这是不是你拍摄生涯以来比较刻骨铭心的一场重场戏？我觉得算是。自放对，有。晋升途中，他写的他是疑问句的台词，我们把它改成那种陈述句，温柔一刀的那种，就击溃他心理防线的那种。真心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吧？可以。你是要慢的还是要快的？我就快点。公主，你醒了。太快了。公主，你醒了。对，这个好。施主刚才可是在骂我，然后弟弟，师傅可是在骂我。没有，我哪敢？还骂。可以，多一番，可以。3.14，不是5，你来3个数字，最后再来个那个5、7、9、3.141596。可以，这个好，节奏好。哎呦，这跟运动员入场。没有。其实可以，这个好像感觉要凑近点说才行。王菲怎么会在床上？还是坐着？坐着，好吧，就坐着。但这事儿就没办法大声讲。对，得讨论一下。尸体在院东，双脚朝外趴在地上，致命伤在脑后，说明凶手是从身后动的手，所以凶手当时就在附近，并且就在张有为的身后。这样好。你今天是不是要掉水里？是要跳下去，看这水都是绿色的，但得弄点湿发感。对，就喷湿就差不多能 OK 了。主要是湿发的那个性感一点。停车，等我1个钟。哎，好。这掉头吧，这是。你加油吧，来吧。OK。再来一条吧。谢谢。开心吗？